大家好，我老牛啊。点进来的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还要再测一遍这个红奈呢？其实并不是啊，这是老牛最近收来的一个好东西啊。提到奥特曼的盗版玩具，人们现在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雷杰多厂嘛。但是 ACT 时期的老玩家肯定会对这个日天厂啊非常印象深刻啊。这个日天厂最早可以追溯到14年左右吧，当时淘宝铺天盖地啊都是这种68的盗版奈克瑟斯嘛。当时像老牛这样的小孩啊根本经受不住这个诱惑，直接就狠狠的上当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奥特曼玩具史上第一批盗版玩具是什么样子的吧。首先就是这个最难崩的了，胆大包天，盐都不带盐的。我们拿正版的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最早期的盗版是多么的猖狂呀。可以看到它虽然尽可能想办法还原正版的盒子了，可以看到它下面字的字体是和正版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这盒盗版就完全不用担心是正版拿来充数的了。最猖狂的是他居然把万代的电话号码也写在后面了，逼养的你东西有问题到时候去找万代售后是吧。可以说这个产品是这个厂最猖狂的时候吧，后面他就老实了，把万代的标改成Sunday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盒子的材质和万代比起来也是比较偏软的那一种。OK， 说了这么多，那么我们就开盒看看这个到底怎么样吧。OK，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正版盗版的说明书啊，右边这个是正版，左边这个是盗版啊。盗版是把正版的说明书直接复印过来了，但是复印的非常糊啊，可以看到这个印刷质量非常差，噪点非常多。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的主体啊。首先说一下，这个东西现在是非常难收的，比正版还难收啊。虽然说当年这个东西铺天盖地全都是吧，但是能留到现在的已经非常少了啊。老牛收这个总共是花了200多啊。我们拿它和正版的做个对比啊，可以看到这个做的真的非常粗糙啊。虽然大体的型翻的还可以，但是一旦和正版站在一起，简直就降维打击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眼睛上的是一个金属色啊，看起来效果并不是很好啊。然后是这个胸灯，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透明零件啊，但是上面的蓝色零件它是直接把它阉割了，直接把它变成了一个涂装啊，它是直接和胸口的红色零件做成一体的了。所以说它里面是没有附属这么一个红灯的替换玩法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下半身，其实这个翻的精度还可以啊，要不是老牛这只成色比较差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看一下的。What the fuck， 这款居然保留了支架插孔，我试一下。好吧，居然是粘死在上面的。它这个翻模的时候没有填缝啊，我还以为保留了支架插孔的玩法。不过看了一下配件里面也确实没有支架插孔就是了。最让老牛感到意外的就是这款正版的可动性基本上都是得到了一个保留，而且关节的把持力度其实还可以啊，还凑合。就是腿部的软骨病有点严重啊，剩下的其实都可以啊。正版能做的动作它大部分也是能做的啊。小时候能玩到这个确实还是挺开心的吧，毕竟那个时候也确实分不出正版和盗版啊。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层叠风暴的特效键啊，下面是盗版，上面是正版。可以看到这个盗版的颜色还是偏深的啊，像是正版的这种高光啊，它也是有做出来一些，但是非常浅啊。安装起来也是完全没问题，哇，能玩就是赢。然后我们尝试给它换一下手型，哎呀，可以看到这个手型是没有任何涂装的，还是挺塑料的吧。哎呀，这是真难安呀，我感觉我要把里面的球冠弄断了。OK， 这样应该就是装好了，我们来尝试给它摆一个这个。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2片特效键吧，依然是拿出右边的正版来做对比，可以看到盗版和正版比起来还比较肉的，颜色依然是做的很深，然后上面的渐变涂装也做的并不自然啊。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否能正常的进行一个把玩啊，还比较难装的，毕竟正版这款的安装体验也并不是很好啊。居然可以正常把玩，这可太好了，这可。总的来说，现在这个东西除了难收到以外，也没啥亮点啊。现在某宝、某多多上卖的国产 ACT 啊，就和日天没关系了。这东西真的可以说是最早一批的仿万代的盗版玩具了。像是盗版假斗事件啊，都要追溯到16年了。雷杰多厂被大家熟知，也要等到18、19年左右吧。14年就出万代盗版玩具，真的是个非常超前的想法。包括后面的盗版玩具啊，都能看到日天的影子啊。盗版界的老前辈了，属于是。但是老牛这边肯定是不支持盗版的啊。只不过这款实在是承载了老牛和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小时候被这个坑过的可以留一个弹幕啊，让大伙看一下日天厂当年骗了多少人。大伙闲了也可以翻玩具柜啊，没准能找到小时候的你给现在的你留下的宝藏啊。OK， 我老牛啊，咱们下期视频再见。